am not a raincoat here to keep you warm. Then go back in the closet after the storm. No, I'm not a match simply waiting to burn. All I am is a friend, your friend till the end. I'm not your 你好，我是读博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东京作为世界第一的大城市，永远有最新颖的餐饮体验。不过骨子里隐藏老灵魂的我，反而很喜欢待在旧建筑里，在这里喝咖啡，还能闻到木头的香气，或是来上一口和果子，总能吃出历史的味道。在东京旅游时，我喜欢寻找和大城市繁华喧闹相反气质的体验，分享东京世间古民家风格的甜品店。在这里休息，就像是回到质朴年代，放慢节奏，享受当下。如果对这4间甜品店感兴趣，资讯栏有详细的讯息。现在就跟我一起探访这4家古风甜品店吧。每次来东京，总是会来新宿走走逛逛，感觉不来这里逛街，好像对不起这一区的热闹与繁荣。但我对购物其实没有太多兴趣。而新宿御苑的存在，就像是拯救我这种一定会来，但来了又和内心渴望有冲突的旅游体质。新宿御苑是一个集自然美景与都市便利于一身的绿洲。一进入公园的入口，喧闹声就被隔绝在外面。在京都看了不少以借景而闻名的庭园，而新宿御苑的借景，则是借了城市天际线的背景，形成一幅自然与都市和谐的画面。在这个宁静的庭园里，有一间古民家风格的甜品店乐于亭，像是隐藏在新宿御苑里的甜蜜秘境。传统的日式建筑，像是热闹新宿的世外桃源，店铺被郁葱的绿树环绕，为旅客提供了一个暂离城市喧嚣的静谧空间。一进门口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整排我最爱的甜点大福。坐在靠窗的榻榻米坐席，温暖的灯光和木质家具，营造出舒适宜人的氛围。墙上的挂画以及桌上的摆饰，
都展现出日式风格的雅致与美感。我对橘子大福这种甜品非常无法抗拒。微甜的内馅包裹酸甜的橘子，一口吃下饱满的果肉，汁水在嘴里爆开，那是一种名为幸福的滋味啊！这里的建筑似乎并不是真的大有来头，但在这个静谧的空间里，每一口甜品都能带来无与伦比的幸福感。从新宿坐车到自由之丘，只要30分钟。自由之丘有小欧洲的别称，充满时尚精品、西式建筑及洋风甜点，也是东京人想要居住区域的前几名。同样是逛街，这里具有东京市区少有的娴静气息。这一栋是2023年10月才开幕的复合式商场。里面有生活杂货、服饰、甜品店及餐厅，还有个花园露台，充满浓浓的小资氛围。走到小意大利这区，里面有条仿照威尼斯的小运河，还有几间意式风格的建筑。走在这里，好像会产生时空混乱的错觉。过个马路，还有个像是进入时光隧道的小店，隐藏在这条充满文艺气息的街区里。这里像是一个时间胶囊，一踏进庭园里，就让人瞬间忘了都市的喧嚣。古桑安的外观犹如一座小小的日式庭院。古朴的装饰，木质的门扉，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浓厚的和风情调。古桑安是大正时代末期的日式古屋，日式庭园及内部的榻榻米用餐环境是最大特色。走进古桑安，温馨而古朴的氛围立即扑面而来。店内的木质桌椅，精心摆放的古董，每一处细节都藏着主人的用心经营。品尝这里的甜点，仿佛是一种仪式感，让人感受到日式茶道般的悠然与宁静。这里不仅仅是一家甜品店，更是一个让人放松心情、感受美好的场所。在这里，可以暂时远离东京都市的嘈杂与拥挤，享受片刻的宁静与甜蜜。
用完餐后，附近还有个熊野神社，可以来这里祈求好运气，结束文青感十足的半日行程。逛完了上野东照宫和上野公园，经过东京艺术大学，会走到有很多传统建筑的住宅区谷中。上野一木阿塔里是由3间古民家组合而成的复合式商店。最靠近入口的是谷中啤酒吧，暖帘和昏黄的灯光，带有勾引路人进去喝一杯的魅力。里面有间盐和橄榄专卖店，老板是位很喜欢和人聊天的老婆婆。店铺的气氛也像她的个性一样很温暖。2楼是二手书杂货和养生商品店，可以在这里寻宝，或是和好客的老板交流旅游的心得。最里面是一间非常讲究食材和制作方法的面包店。可以点杯咖啡，买一些面包点心，在外面的座位享用。阿塔里是日文周边、附近的意思，没有明确范围，也就不定义到底是什么，非常符合这里的感觉。不需要带有明确的目的，很随性的来这里看看，说不定会有发现好物的小惊喜。附近的旧吉田屋本店是一间免费参观的小博物馆，展示江户时代的下町商店风貌，同样带有浓浓的怀旧气氛。对面有一间日暮里附近无人不知的老牌咖啡馆卡亚吧。这栋保有100年魅力的大正时代建筑咖啡馆，不论何时来都要排队。来了2次，都遇到至少要排1个小时的情形，只好忍痛放弃。走在这一区，还有很多浓浓文青感的小店，可能跟附近是艺术大学有关，非常适合午后漫无目的的在这里散步哦。
之前分享的柴柚影片中，有稍微带到了三本亭，但这家充满魅力的古民家甜品店，绝对值得深入介绍。柴柚位在东京葛饰区，因为国民电影《男人真命苦》而闻名，整个街区还保有浓浓的夏町氛围。在这片安静的街区中，有一座充满故事的建筑三本亭。三本亭建于1920年代，是一座融合了和洋风格的建筑。最初是富商三本家的住宅，后来在1991年被柴柚地区保护协会购买并开放给公众参观。三本亭充分展现了日式传统建筑的细腻工艺，屋顶、木质结构以及窗户，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当时工匠的智慧与技艺。房间有着浓厚的昭和氛围，木质地板、纸门和榻榻米房间，坐在这里看着窗外，享用精美的和果子，就像是看着窗外的一幅风景画。室内设计巧妙地结合了西洋风格。这间叫做凤凰的房间，暖色壁纸、原木地板、壁炉、沙发，散发着一股优雅的气质。三本亭的庭园是一个宁静而美丽的自然景观，也是日本调查中排名前几的知名庭园。这个庭园以磁泉回游式为设计理念，池塘、小桥、石灯笼以及四季变化的植批，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美丽的自然画面。三本亭不只是甜品店，也不仅是一座建筑，而是一段历史，一片文化的象征。不论是坐在房间享用甜品，或是走进画里近距离欣赏风景，都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平静与舒适。古建筑对我来说有一股魔力，在这个空间里，像是能扭曲时间进行的速度，让人忘了生活中的杂音。越是快速的时代，是不是越让人想念那个赤脚的时光呢？如果你也喜欢寻找大城市里的另类旅游体验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和别人走相反的路，一起见识不同的天空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This is where